好电器格力造。本节目由掌握核心科技的格力电器赞助播出。看看这个Seventeen的演出视频，而且他们个儿都差不多高啊。我感觉选的时候就肯定得选那个班对班的吧。你想他们的衣服应该也是，就是要互相搭配，对，统一是吧？但是你看这种还不像是在舞台上是做的。对，感觉他们很 chill 哈，就是。你们上好六的衣服都是做的。不是，就是会给你一个要求，你要穿什么，完大家自己带。对，自己带。原来我是让台里弄，然后台里老弄不合身，我老穿不进去。让台里弄我就得到那儿试，到那儿试就来不及换了。所以我现在就不让台里弄了。以前是做的吧？也不是，都是个儿带的。然后，但我跟迪哥是台里做的，是台里弄的。但台里也是找服装师，也是找外边借的，就是也不是现做的衣服。对对对，不是现做的。那大家搭配呢？有老搭不上，反正。但他会要求你说你要什么颜色呀、什么质地呀、什么的风格。我是很好奇，他们咋知道哪个镜头正在拍他？对，我看有一回导播间的那个他们自己发的，当时是火箭少女还是谁，完了就告诉拍谁拍谁，就相当于他们也得熟悉这个舞，对，跟那个秀导啊，对对，而且点卡贼准，精准互动。你曾经排过任何一个舞吗？没有，舞台上没有。但我们每次不都开场吗？海六。那开场你们就那样。对，我没排过舞，咱也不跳不明白。但你小时候排过团体操吗？排过，老排。我上大学上健美操课，完了还排呢。托举啊？那没有，反正就是拿那花跳。啦啦队。对。小时候是在东北学舞蹈过，我不知道啊。一开始应该是不知道啊。肯定他要在东北长大，肯定一开始得在东北学，因为他当时上那节目的时候，他的东北口音还是比较东北的呢，而且是非常典型的鞍山口音。鞍山啥口音？刘维啊，就是他就是咱班老师教咱跳舞。教练本来教咱武术，然后他会街舞，又教咱街舞。我可喜欢听人家人说话。刘维，我只认识一个刘维。张小斐、雷佳音。马龙。对。你小时候是在鞍山学的跳舞吗？对，就在海城，而且我的舞蹈老师是我的武术教练。他能舞的。对，他武术教完了之后，然后开始喜欢跳舞，然后就带着我跳。那你现在还会武术吗？武术的话，像什么劈叉呀是不行了，筋有点不太好，但是空翻的话还会，但不常做了。还能空翻呢？现在？那什么棍法呀，啥拳法那种，就什么刀、枪、棍、剑全都练过呀，太极拳也练过。哇，还练太极？但太极真能就是那个画吗？就是你说打架吗？跟人家画劲儿啥的。那学武术一般都是被揍，被教练揍，不会去打别人。没有同师兄弟之间那种切磋啥的啊。一代宗师。那直接扔凳子的话，应该比武术更厉害一点。那啊，就是啊，是嗨，你学了武术也是走这个呗，也是走这个路线。冷兵器了，跳舞完了你就去那10年。现在在国外正好10年了。但我其实我已经对练习生那个时期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回忆跟记忆。咋的呢？我觉得我会把痛苦去想不起来。对，我会自己去把它给模糊掉。对，一想起来都是好事儿，是吧？因为这个东西它只是让我成长的一个契机，我不会把它一直放在我的心里，然后去回想我当时多痛苦啊，怎么样，所以我根本记不起来我练习生时期有多痛苦、多累了。我感觉这个跟你考北大是一样的，就是你对我想不起来我当时有多痛苦了，我就是当时过老好了。但我也会有这种，就是我会下意识的把那个糟糕的记忆清除一下。我觉得你看《头脑特工队》没？你看过那电影没？就是那动画片，就是这你的脑海里什么记忆球啥的。怎么能清除啊？我不知道，我觉得是大脑的一个自我保护功能，就是你的特别痛苦的，它会倾向于把它清除掉，不留在长期的储存的记忆里。我觉得可能跟人的这个成长的背景应该有。我的话，我真的也不想记住，然后他也记不住，所以
比如说我想要记录一些情感的话，我当下有情感，我必须得立刻的把它变成舞蹈歌词，在短时间内把它记录住，我才可以记住那段记忆。对，一把就忘了。你不会吗？你会在你的脑海中储存很长时间吗？没有啥痛苦的记忆。你看，你肯定也有，但是你都给清除掉了，因为它很多都是缓存。那哥没有啥痛苦的回忆。哥没有，有哥平时挺痛苦，完了，一想到一说聊具体的也想不起来了，是吧？我觉得是时间长了，就他自己就过，但我没有办法是那种，就是明明这个事儿就在发生，我可以通过睡觉也好或者什么也好，让这事儿过去。这个我是没有，这个我也不行，我必须得等时间很长很长之后。对，我根本不会把它立刻就是我不想它，我不想，我就不想，我会一直想，会对，然后自己去找到本质，然后把它去消除，我才 OK 才能过一个坎儿。你会内耗吗？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内耗的人，真的。我会去寻找为什么让我内耗的这个原因，找到之后，我就会自然就会，那会训练你们如何接受采访？因为你像我们，比如说。也不，你们路演不是更容易碰到这种情况吗？对呀，路演的时候，但我觉得对姐应该不成问题。不行啊，因为我说的多呀，百密必有一疏啊，弟呀，就是，比如说咱们作为艺人啊，就最近你或者你周围有一件什么比较那个啥不太好讨论的事儿哈，我们就会很害怕这种现场没有准备的这种提问。这种你像咱们这种录你还可控，对不对？就怕线下突然人家举手就问了，或者人家没举手，人家就大喊出来了，你咋整？你是装没听见呢？那只能装没听见。对啊，只能装没听见。对啊，你说啊什么？对，这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。对，包括你比如说路演的时候，那你哪知道人家观众要问啥呀？我以为那些会提前安排几个观众，不是，全都是临时的。的对，那有时候大脑那个转呢，都转冒烟了都。姐，你这大脑都不行。因为有一些确实不好回答，这容易转冒烟。你们就是回答的一定要风趣幽默吗？那种有？哎呦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人而异。有的人他就觉得我想要搞笑，那他说的某些话，他都想要带着搞笑的目的去输出。那对于我个人来说，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会搞笑的人，那我就把我想说的东西去传达出去就 OK 了。那不搞笑，那没办法。那你很有意思啊！我看见很多综艺，是吗？对呀。这是天生的吧？东北人自带。你可能也没有说特意要搞笑。对我只要特意去搞笑，我就不搞笑。对，是吧？我们都这样。我根本不行，我不能去想我要搞笑，我就正常聊着聊着，他们就觉得挺好笑，觉得挺有意思。你们也没有说要求你看到镜头的时候，然后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表情什么的。哎，真练习的时候教这些吗？我们练习生的时候有教过，就比如说在那个镜子上贴了1、2、3、4、5个那个红灯，然后老师就在旁边放歌嘛，放歌的时候他就会摁那个灯，摁蓝牙，然后1，然后2，那你就得看他，然后但其实没有太大作用，因为你到现场的话完全不一样，距离也不一样，然后他摁的方式也不一样，但其实最重要的还是经验吧。会有那种练那种特定的眼神吗？那倒没有，像那种京剧那种眼神。或者就是你始终得，不管是光线是如何的，你眼睛始终要是有神的。我觉得这不一样吧？我觉得就每个歌曲，有的歌曲是需要展示很帅气一面的话，那就尽量往帅气那一面去表演。然后有的要可爱的话，那就可爱一点。对，我觉得每个都不一样，但也是因人而异，因为每个人对音乐的理解是不一样的，对舞台的理解也不一样。随机游戏要不？啊，要游戏哦，对，我就特别不擅长这种 Q 一下是吧？来，王老师 Q 一个。听说你们团经常玩，我咋知道？其实我俩也不擅长。真的会玩吗？会啊，我们成员们在一起的话，就是喝酒的时候会玩。你们可以喝酒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公开讨论。但我最近不喝，这不巡演啥的累呀。巡完还上哪儿巡呢？现在准备日本的10场巡演，我一巡就10场了。韩国也4场，然后结束3场应该。
我的妈呀！一年差不多能演30次左右吧。反正全世界各地的演，那很多很多，很多。我想想刚才就是你会忘吗？比如说跳多了，这么演还忘？我感觉多了就会呀。多的话，你脑子里就会有空白，然后就是你突然你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，但是你的身体在动。对，就是肌肉记忆吧。对，会有这样。那你们在台上走错了呢？那咋整啊？哭。没有，在台上哭，就其实很搞笑。就比如说大家一起在跳舞，突然有个人错了，或者说他跳下一段了啥？只有错的人会有一点点尴尬，但别的成员会觉得哇，好有意思呀。错了，但也不会爱批评吗？不会。哎，就只要上舞台，大家就是尽量的去享受舞台。然后平时私下练习的时候，如果说经常错的话，可能会别老错了，就会说这样的要集中注意啊这样的话，但也不会发脾气之类的。那你们一个舞大概得练多长时间？现在的话，我们3天就可以把一个舞蹈都可以完整的做好。3天啊？其实你要让我们1天学的话，1天也能学下来。只不过说我们1天，比如说2个小时学第1段，第2天再2个小时学第2段，第3天所有的东西结合在一起，然后把整个舞蹈呈现出来。你们平时都在北京？在北京。忙吗？忙。我不大忙。那现在还作曲？写歌。咱现在吃一口吧。可以。你觉得你有没有什么就是被大家误解的事情？就想一想也没有。因为我觉得我会尽量把自己真诚的一面、真实的一面去展现给他们，所以其实在我的认知里没有特别大的误差。对，因为9年很长了。对，都展露了。年龄对你来说是一件会考虑的问题？不，我觉得年龄唯一带给我的就是身体不如以前，但是不会因为年龄然后觉得我是不是不要做偶像了，不会有这样，反而我觉得每个阶段我都是有变化的，我都有不同的成长，就已经做到比较和舞台上的自己和生活中的自己比较舒适的。那其实挺难的，那有过程。对，经历了一个阵痛的过程嘛，当时每个时期都有吧。因为我的艺名是 D8，就是我觉得 D8 是 D8，名号是名号，我觉得他们俩我要去切换角色，在舞台在粉丝面前我是 D8，平时我是名号，然后呢我会有一阵很讨厌这个艺人名号，然后慢慢从讨厌然后接受，然后变成同一体。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慢慢的一个成长和变化的一个过程，自我妥协。但一开始分成2个角色是出于一种没有安全感吗？还是什么？可能太在意大家的眼光和看法，就是这个 DA 可能是他喜欢的名号，他喜欢的 DA， 他喜欢的 DA， 他喜欢的 DA， 所有大家的声音聚集在一起，然后变成了一个，就他很难是一个很真实的人。对，但后来慢慢觉得，这个伪装成的人也是你自己啊，你为什么要把它变成别人呢？然后就是慢慢这样。现在我觉得就不会有任何的差别，就都一样。舞台上也会做自己，平时也会。那还挺好。你是一个会发泄情绪的人吗？有渠道发泄吗？你难受咋办呢？之前的话，我有通过画画，还有通过自己编现代舞，或者是做音乐去发泄，还是把它画成作品？对，或者是记录成歌，然后记录成舞蹈作品，有过那样发泄的一个阶段。但现在这个阶段，不知道日后会不会。现在这个阶段，我不会把这些痛苦、黑暗的东西放在作品里，因为我觉得不想传递给大家。对，不想传递了。之前会想要告诉大家，我很痛，我很累，我已经掉到低谷里了，来看看我，其实是一种求生的一个欲望。但现在我觉得没有必要再把这样的东西去给大众去看了，因为有的人他会感受得到，有的人会可能因为你的黑暗变得更加黑暗，有的人根本感同身受不了，就觉得你自己在那
对，吃的也挺好，穿的也挺好，有那么多人爱你，你在这痛苦叫啥呢？就是会，就不现在不会考虑特别就那么多。这好成熟啊。那我感觉可能是从小去国外的小孩儿，感觉都会成熟一点。你也是吗？我没有从小，我很大岁数才去，完全没多长时间就回来了。对，没多长时间就回来了，就扛不住了，就合上纸。我没有那个坚强的阶段，我只要觉得自己很渺小。对我就是一受伤，我马上就回来了。但是我觉得，像你们这样经历的逆商会特别高，逆商就是处理逆境、处理挫折和逆境的时候那种能力特别强。但我觉得我不希望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能力，因为他有这样的能力，就相当于他要受到那么大的痛苦呀，那么大的挫折，才会有这样的能力。但人也不可能无风无雨的过一生嘛。就是如果不需要经历这样的挫折，就有这样的逆商的话，那当然那不可能。对啊，那当然很美好，但也很难。或者不经历但有但用不上那种。用不上。但我觉得不经历的话，你所有的道理都不是来自于你自己。对，这个事儿特别像啥呢？比如说现在小孩学跑酷、学滑板一些，就你老摔，你的身体就会知道摔不怕。这跟一样的，你老不遇到挫折，你就觉得那挫折老可怕了。但不是我觉得每个人对挫折的定义是不一样的。有的人你不得不说，他下生下来心理素质就比别人好。他就是不用经历一些挫折，他就是每天很开心，他很容易开心，很容易忘事儿。那也是吧？你说他对这些问题的处理能力就是比别人强。就是我，因为我没遇到过什么特别多的坎儿，然后我去跟那些，反正我觉得经常面对失败的，我就不如人家承受能力强。这是我感受上的，但也不是说你要通过不断的给自己创造失去，然后来提高自己的抗。不会有，那没有，没有必要，也没有那样的人。团员里应该也有那些不善于表达的人吧？有呀，但是都会表达出来。那你说他真不表达出来的话，那也没有办法呀，那就是不知道了呗。但确实是，他们还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呢，恒常性，因为这几个人就是这几个人。对啊。不会因为什么事就变人或者是什么样，所以就是你相当于有一个你不会离你而去的东西。而且他们又是要一起工作，其实是利益共同体哟。对，这种就比较能张得开嘴，因为你势必很多问题要解决。不解决其实影响工作，就是你不表达出来的话，最痛苦的人是你自己，而且我们整体也会引导大家都会把自己想要的话都讲出来。那不得老哭啊！这一聚会啥的，我感觉也不至于吧？能那么多？不会，一个月一回就积累那么多情绪，不能吗？不能哭吗？我感觉我要是在这，我就会哭。我这个月，我感觉你对我那种，我感觉喝点酒容易。我感觉你对我有点意见嘛，哇哇就哭了。谁对你有意见？我听。我从来不说。我也不是。就我从来，因为我们的那个对象没有恒常性，就是他可能你跟他吵完了，他就不是你的朋友。可能不吵，他也不是你的朋友。不是，可能不吵，这事过2天就过去了。因为没有一个，我没有一个组合说他必须得天天跟我在一块儿。我跟他吵架，他可以选择离开我，不跟我当朋友。然后这件事呢，我又觉得不至于到要拿我们的友谊或者关系作为代价，所以我们就会选择自己消化它，是这样，然后积累成一个大隐患，完了或者是一些死能量在这里就拉倒了。虽然每个人他沟通的方式不一样，但我觉得那。首先，对于我来说，那样的朋友不是我的真朋友。我觉得就是到此为止了。所以，当我有这种不好的情绪，或者说误会在心里的时候，我不想跟他聊的原因就是我没有什么跟你一直要走下去的理由。我是这么觉得。你的父母是相对很了解你最近一段时间在干什么的？不能说完完全全的了解吧，我会去向他们告诉他们最近在干嘛，在干嘛。你呢？你父母会？你妈？我父母都是看我的微博啥的。他会老给你打电话吗？最近干啥？我跟我爸妈从来不打电话，1年打不了1个。啊？他不给我打电话，就聊我发微信。微信。对，那还是在我妈喝多的情况下给我发点。你也不会主动跟他说我工作中或者感情上遇到某些困境？不会，
他也不问我，没事就刷刷微博。我爸老去刷我微博什么的。会拿问你吗？这个对呀，会通过微博看看我在哪儿呢。我估计上微博搜我实可能也得看看我在哪呢。完了是忙啥呢？加入你的后援会。对，而且他们都有白姐还有刘老师他们，就我工作人员的微信他们都有，所以他们也通过他们的朋友圈看看我在干啥。你是那种就是很能跟父母谈心，对，很能跟父母沟通的。对，我都可以讲出来。你跟你父母会有那种长的沟通吗？我会视频通话。1个星期1次，最近忙的话，那还真是挺多的，很亲密的。最近在美国是因为时差的原因，昨天才打电话，3周，就是最长了。那很好哎。他家人去看过你的演唱会之类的，他们都来过呀。哭不？我妈现在不哭，我妈现在不哭，刚也会哭。但之前就是我们刚开到8000人演唱会的时候，差不多5年前了，5、6年前，6年前哦。然后来过一次，第1天就是一直在哭，他就觉得哇，我儿子他得多累，然后才能把这样的东西展现出来。第2天他才开始真正的去看演唱会，就是每出来一次，我妈就哭一次。虽然我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啊。你感觉你跟你爸妈谁性格像吗？我跟我妈性格像，我妈就是属于那种有一点点小事就会扩大100个方式去想各种不好的结果，完全悲观。是调整过来了吗？我是调整过来，因为太累了，就是我在的这个环境，每天要面对的事情特别多，我每个事情都那么想的话，我会把自己逼疯，所以我就慢慢，然后通过冥想的方式，才把这种悲观主义慢慢，其实现在也不能说是乐观吧。就我也不想去分，就不被他影响。对，不被他影响。哇，你真是一个很全面的人，就是你在跳舞之余，对呀，学演还有研究这个。哇，你好厉害呀！感觉你做事很高效，感觉。那你还干啥呀？你平时娱乐活动是啥？我喜欢爬山，就是如果真休息的话。啊，还是运动、露营啥的呢？露营不喜欢，我不喜欢麻烦的东西。哦。但是我喜欢喝茶，喜欢茶道。我觉得茶道的整茶道呢，茶道的这种繁琐是我很喜欢的，我觉得特别有仪式感。然后，还挺有意思。我发现你整的挺那啥，挺禅的，又冥想又茶道啥的，我喜欢禅意。早上起来打太极。不打太极，打扫房间，打扫房间。